OK， 准备一下。啦啦啦啦啦。4, 3, 2, 1. Last Christmas I gave it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. This year. Hi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终于可以唱圣诞歌了。之前有人说不在圣诞节期间，如果唱圣诞节的歌的话，会招来厄运。说那个话的人是我老公，所以呢，我这一憋就是憋了一年又一年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那么这一年当中，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？Anyway， 今天我要做一期圣诞妆容。我已经做好了面部护理，我们先擦橘色的眼影，擦这样的眼影先打底话呢，可以起到很轻薄，然后遮瑕力有很好的效果。本人的黑眼圈真的是太重了。Anyway， 说到圣诞节，你眼前会出现什么画面呢？是不是一个胖胖的圣诞老人，然后骑着雪橇，赶着麋鹿在天上飞？在澳洲，圣诞老人只跟麋鹿一起冲浪 barbecue。澳洲和中国的季节完全相反，这件事呢，是我和认识我老公之后才知道的。对不起，我无知了。记得第一次来澳洲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圣诞节，然后温度在40度到45度之间。我对 Sam 说，我觉得对澳洲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不能过一个有雪花的圣诞节。于是乎，我在这里已经即将过我第4个没有雪花的圣诞节。哦，天哪，擦得好白，有点吓人。定妆水把它赶紧喷一下，然后让它紧紧的压在皮肤上。我发现哦，真的是年纪大了以后，面部三角区会凹陷呢。自从要做美妆博主之后呢，就开始有容貌焦虑了。其实吧，衰老这件事情吧，每个人都会发生，欣然接受你的每一个状态就好。我也知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Anyway， 把脖子也擦起来，不然会看起来很奇怪。好了。今天的主题嘛，就是说像我一样的一无所有的30+家庭主妇如何在澳洲职场求生。我个人感觉，首先一定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经济收入。对我来说，在高级餐厅工作是进入澳洲社会、提高口语、了解澳洲本地文化最快的方式。在高级餐厅工作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什么事情是让我感觉最开心的呢？那当然是收小费的时候啦。你知道吗？我迄今为止收过最多的一次小费，好像是2个星期前收到的是170刀小费。那么如果按1:5的汇率来算的话呢，那相当于850人民币。我觉得算是一种鼓励，是对我们服务的一种肯定。那么我是如何从 Reset Table Red One White One 都分不清楚的职场小白，一步步的走到现在，收到老板要给我 full time job 这个 offer。先说说我在餐厅里面的这1年多的时间，我学到了什么。Firstly, I learned how to serve the customer all the way through by English。为此还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考了一次雅思，具体成绩呢？下个视频告诉你。Secondly, I learned how to make coffee, such as latte, flat white, long black, macchiato, Vietnamese coffee as well, and coffee arts. All because my best friend Vivi should teach me a lot. Love you. 画眉毛。Thirdly, I learned how to serve alcohol, which is very hard for me because I'm the one not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lcohol. But finally, I figured out. If you come to the restaurant, I will tell you about red one, I know the Shiraz, GMS, Gamay, Pinot Noir. About white one, I know the Riesling, Chardonnay, Sauvignon Blanc, Pinot Gris. 还有女生喜欢喝的 Rosé 起泡酒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法国出品的起泡酒才叫 Champagne， 其他的一律都叫 Sparkling One。哈哈，这些通通的全部都是我在餐厅里面工作学到的。那么一个当时没有绿卡、没有澳洲工作经验、没有澳洲学习经验、没有英语基础、没有驾照的一个30+家庭主妇，她是如何找到在澳第1份工作呢？在画眉毛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，眉头一定要画的比较淡一点。
好，修饰完了。我求职的第一步呢，就是在 Seek 上 ，Seek 就是澳洲最大的一个招聘网站上，投了无数的简历，我都忘了多少封了，反正不要钱，全部石沉大海。于是我就改变了我的战略，因为我没有澳洲驾照，我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我的小镇上。我的小镇呢叫 Tanunda， 它是 Barossa 的一个旅游小镇。当时我印了30封的简历，各种扫街。我的第一波扫街发出去就没有任何人回应，然后我就去了一炸鸡炸薯条店，我印象很深刻。我隔着一个油腻的一个玻璃柜，把我的简历递给炸鸡店老板，他当时看了一下简历，很满意的样子，然后他说，我会给你回信的。所以第二天收到被炸鸡店婉拒的短信之后呢，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了。我记得当时我就躺在床上大哭，为什么连一个炸鸡店都不要我，炸薯条都不要我？后来的话，成人的世界不就是哭过抹干眼泪以后，然后继续起床去投简历吗？第二波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朝咖啡店去进攻，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当 barista， 因为我觉得做咖啡师的话呢，感觉比较优雅。当然啦，都是说不要。还剩最后一封简历的时候呢，经过我现在在的那个餐厅门口，因为这是一个高级餐厅，我跟自己说，不管好不好，丢进去再说。当时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我走进去的时候呢，正好是他们 lunch time 刚结束的时候，就只有 Vivi 和老板在。我说，你们现在还需要人吗？我是来找工作的。他就拿着我的简历看了一下，他说，简历蛮好的，你晚上能过来试工吗？我当下内心激动的要爆炸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可以啊，然后我会晚上几点钟过来。走出餐厅之后，我就赶紧给Sam发了条短信说，Sam， 我找到工作了，他晚上让我试工。Sam 很开心就回我信息说 Yeah you did it something like that。 这时候有人会问，澳洲的福利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安静的做一个家庭主妇呢？首先，澳洲的物价真的是太高了，只是靠我老公一个人的工作，生活上还是非常拮据的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当一个家庭主妇，我想要一个更大的世界。澳洲对我来说陌生又充满了挑战。我记得当时我的状态非常不好，极度的焦虑，非常没有安全感。在来澳洲的第一年，我非常依赖 Sam， 导致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会发生争执，然后我会觉得这样不对，不论是任何的关系都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距离感。当时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，我不希望我未来所有的生活只有我的老公和我老公的家人和朋友，我希望能拥有我自己的社交圈、经济能力和我能够为之奋斗的事业。这边画起来。比如在餐厅工作之前，如果有人对我说 Thank you， 我一般会说 You're welcome， 但是现在我会比较地道的方式说 No worries。 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我啊，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，当对方说 I'm so sorry， 我以前会说 It's okay， 现在我会说 Nah you're good， Nah you're right， 这些都是在工作当中去学会的。我发现年纪大了，真的是眼睛下面的那个黑眼圈真的好难遮哦。如果你们有更好的遮黑眼圈的办法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，谢谢。睫毛真的很重要哎，长而密的睫毛非常减龄，你有没有这么觉得？白色的遮瑕这个地方再遮一下，就擦在黑眼圈这里就好了。好了。有感觉很不一样吗？我现在擦的呢是 NARS 的腮红，腮红的话我一般会打在这2个地方，这样的话会显得苹果肌凸出来一点，然后鼻头显嫩一点，然后下巴，然后这一边高光粉被我搞碎了，擦一下鼻头，就是上色非常快。这边额头这里，下巴一点点。阴影的话，我感觉有点不太想打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阴影打起来的话会比较显脏。在这里我就用眼影粉稍微带一下就好。
下巴这里画起来的话，真的视觉上会让嘴唇看起来更厚更翘一点。所以嘴唇比较薄的女生的话呢，记得上下这里要画。贴假睫毛，贴睫毛，先贴眼尾。睫毛已经贴好了，这次呢就是在眼尾贴了2个11厘米的，眼中呢贴10厘米的，眼头10厘米的。卧蚕画了以后，我发现会显得那个黑眼圈比较有层次，有点改善吗？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和曾经的我一样，也非常迷茫，就不要再暗自感伤，就去做，不要在家里一直做计划，因为你不踏出第一步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属于你一个人的曙光会有多灿烂，可能会拥有的更广阔的天地。好，画错了。那颜色太红了。要准备大概2支口红，叠加起来的时候会发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哒哒，回来了，吹了一个，我叫它丫头刘海，你喜欢吗？最后的时间呢，我想要送镜头前的你一段话，那段我曾经听了感触颇深的话。这段话是这么说的。If you want to fly, you must give up everything that weighs you down. But I think if you don't have anything behind you, all you need to do is fly, because your wings already exist. 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本期视频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在澳洲是如何找到我的第一份工作。下一个视频中，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在高级餐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奇葩的事情，以及在职场中遭遇了职场霸凌，应该如何去正面反击和保护自己的权益。最后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all the best wishes for you， bye， 比心。如果你觉得脖子的颜色跟脸还有点差，就涂防晒霜。这款是我在朋友那边代购的日本的防晒霜，这款真的是超级美白。这是我最近刚刚发现的喷漆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！我要去接小西柚啦，接到小西柚啦。小西柚不走路，一定要妈妈抱。现在我们在回家的路上。好的 buggies。 Lots ants。